藐视天尊，你可知错？我没错，有本事放了小野，跟小野打架！冥顽不灵！娘！至此年幼，还望天尊网开一面放了我儿。若有任何惩罚，我甘愿替他承受。既如此，老夫便了了你的心愿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许动娘！天罚虽免，但你如此难以教化，还需得下凡历练一遭。你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野种，竟然敢抢大黄吃的！我说过，只有狗吃剩下的，你才有资格吃。我以为这是大黄吃剩的，弟弟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哼，来人！少爷，请吩咐。给他点教训，让这野种看清楚，谁才是真正的秦家大少爷。妈，这野种欺负我！妈妈，装死是吧？我数到3啊，你要是再不起，现在就给你送走。1、2、3。敢动我娘，小爷离了白剑，早就把你这天头破！妈，姐她疯了！你个不孝子，上边发疯去！别瞎了子月。哎，法力怎么变弱了？你经常人间历练，便不可依赖法术，每次用后必有反噬。这项圈便是你的封印。有的，有本事给我下来啊！完成历练后，封印自可解除。爸，你就听我的，早点把秦云送到寺庙里去。他生下来就跟咱秦家八字不合，如果再不送走，咱们全家都得被他克死。看看子月这脸上的伤，都是那个扫把星弄的。这亲兄弟还敢下死手，老爷，这孩子不可留啊！爸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前2天偶然间看见秦言，他面色惨白，身体瘦弱，实在不像能欺负子月的样子。误会什么误会？我全程都在旁边，就是那个白眼狼动的手。如果你们真要坚持的话，那就把小妍送走吧。是谁要把我送走啊？把你打入凡胎，直至你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、孝悌忠信。不懂，难道还不会演吗？演，您之前教过我们，百善孝为先，可孝的前提是父母得要关爱子。可我看到的是，他们是被分虐待亲子，简直枉为人父。妈，你别打小妍了。爸，谁跟这个不孝子接近，都会沾染霉运的。我们怎么敢啊？他们不仅动辄打骂，逼我吃狗食，要小爷。是啊，如果不是靠着毅力坚持下去，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。做人真麻烦。放肆！你们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爷爷，既然爸妈嫌就是再行，就自甘情愿的换我。既然爸妈嫌就是再行，就自甘情愿的换我。从前小妍在人前总是低着头，唯唯诺诺，不敢说话。今天竟然
能这般有理有据，语字铿锵，不愧是我秦谷山的孙子，是个可塑之才呀。哥哥，你以后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但是你不要嫌弃爸爸妈妈呀。看看你弟弟，再看看你，你要是不想认我们，就赶快滚出秦家。我们秦家可容不下你这个扫把星。当初生你的时候就被你克得差点难产死掉，也不知感恩，居然还想断绝关系。我看你真是中邪了，就该把你送出去超度。老爷，这孩子不可留啊！既然所有人都借一国称代，那恕孙儿把再为爷爷尽孝了。孙儿磕了3个头，拿下爷爷咬人针后，便自行离开。3、2、1，够了！小妍可是你们的亲儿子，您不说仔细教养、亲力亲为，却要把他赶出家门，有没有拿他当你们的亲生骨肉啊？子月被你们养得白胖干净，可小妍呢？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！小妍，你告诉我爷爷，想让谁当你的母亲呢？我想让她当我的母亲。我想让她当我的母亲。娘替我在天界受罚，我无能为力，但这凡间的女人却跟她长得一样，我定要护她周全。小妍啊，你与姑姑从未走动，为什么突然选她呀？因为她像孙儿梦里的母亲，孙儿一直都羡慕别人有那么温柔的母亲。是我对这个孩子疏忽太久了。你还真会选啊，选了这么个废物当妈。你说你啊，挑谁不好，居然挑一个没生过孩子。他那般软弱无能，怕是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更别说照顾你了。小妍啊，你姑姑从未生育，她的性格又比较懦弱，可能她不太适合带孩子。没事，她不适合带孩子，带她也行。还你带她，摊上这么个妈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，哭着求我们把你认回来。我绝不后悔。愿意做我母亲吗？这孩子跟我当年一样可怜，可惜那时候无人护我，现在只有我能护他。香香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真的能照顾好小妍吗？想问什么就问。你为什么选我呀？你不该选我的，我给不了你任何帮助，可能还会拖累你。想想就想了呗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这孩子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，居然还关心我。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哎呀，那都算什么？小爷爷以后有的是机会把这些都讨回来。
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吗？虽然我的钱不多，但是只要你喜欢，我一定竭尽所能，努力赚钱买给你。赚钱？你没听错吧？你身为秦家大小姐，还需要自己赚钱。曾家人兔包子，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吃饭！一股子穷酸味儿，臭死！以后啊，你只配吃这些。可是爸爸不是说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吗？爸说了，他是忍着恶心才把你喂着，不然以你这种身份，给你个提鞋都……哦，对了，爸还说，如果你以后再敢上秦家的餐桌，他就把你那个妈的骨粉给掏出来，还不快滚远点儿！我们秦家的公子永远没有你的一席之地！滚！我在外面流浪了20多年，虽然3年前被认回，但是我感觉爸爸、弟弟还有继母他们好像不太喜欢我，所以我只有降低存在感，我靠自己赚钱才能勉强维持生计。这老头看起来也不像无情无义之人啊，此处必有蹊跷。那个嘛，你看，你别请着我买东西，你还是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吧，这颜色，这样式，太土了。太土了。不好看吗？这些可是我弟妹专门给我选的，她说是什么国宝级的设计师款，可贵了。什么国宝级设计师啊，完全是乞丐审美，被人坑了，还要帮人数钱。看来这委屈还得小爷帮他讨回来。不是不好看，是很丑。那个说了多少次了，厕所的卫生要好好打扫。说了多少次了，厕所的卫生要好好打扫。刚才我看见地上落了根头发，你是不是又偷懒了？刘妈，我把小爷安顿好，马上就去打扫。哟，喊你一声大小姐，你当你真是大小姐了？山鸡就是山鸡，换个地方也改不掉你身上的这股穷酸劲儿。哼，那工具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别磨叽了。怎么还让我请你啊？吵死了！一把老骨头，嗓门还那么大。你妈没教过你什么叫主子，什么叫奴才吗？主子？哼，我呸！他不过就是一个乡下来的下等人，就算他是老爷亲生的，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上不了台面。这以后大少爷继承了秦家，高兴了给他口饭吃，不高兴逐他出门。小爷没事的，只是打扫而已。那个，我妈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打扫，现在就扫，哈，马上扫。明明跟我妈长得一张脸，性格却混账跟个受气包似的。我妈才是这个家女主人，你再来使唤她，定要吃饱兜着走。从今往后，连手的卫生都由你一个人打扫，小爷我就做了看不打扫完不许下班。哼，凭什么？听你这个毛都还没长齐的娃娃的话，今天你们2个一起给我打扫卫生，不打扫完不许吃饭。
上劲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跟他道歉可没用，得跟我母亲道歉。以后你若是再敢刁难他，拿你试问。大小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刁难你了。滚吧。但是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怎么，你也害怕我这个在性会拖累你？你这么做都是为了帮我出气，我怎么会怕你呢？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我就是一个从乡下来的，怎么配被人伺候啊？万一连累到你，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这种感觉好像娘亲了。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放弃本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，接管秦氏，最好把这个该死的枫叶也给我解除了。接管秦氏，学习经商啊！不行，我没有上过学，我学不会的。再说了，父亲很看重远征，我也不该跟他抢的。有点骨气行不行？小爷自有小爷的道理，其他的就会证明给你看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小少爷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老宅那边下的通知，说大小姐的吃穿用度一律缩减。这你都能吃得下去？我从小到大一直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不行，失去的全都要给你讨回来。爸，你敬你一个。来，小菜。不是，真可以。凭什么他们吃肉，我们喝粥？走，跟我回老宅。那真好吃。嘿嘿。小妍和香香还是不肯来吃饭吗？我每次都3催4请，可小姐总以人多不干净为由，不愿意来，而且还让我们也离小少爷远一点，怕传染细菌。哼，这你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什么时候请过我们啊？爷爷，你们两个不是不想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怎么又突然来了？不是我们不想来，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来。何出此言？堂堂秦家大小姐吃的却不及一个佣人，而有的人吃的脑满肠肥，连养的狗都比我们吃得好。爸，子月还在长身体，多吃一点也是很正常的。是啊，我们请过大姐，是她嫌弃我们，不愿意跟我们同桌吃饭。爷爷，母亲虽教育我要心存感恩，索取有度，但如今我正长身体呢，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，还想着以后替爷爷分担秦家事务呢。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没想到小妍人小志气高，已经想到替我分担。之前是我忽略她太久了。按照小妍和香香都是秦家的血脉，每月生活费100万有余，他们竟然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可能是大姐的手下留妈把钱都摊进去。爸，你别急，待会儿我就找他算账。对，爸，一定是刘妈把钱都偷走了。
刘妈虽说吃的比我们好，但也是清一色的素菜，贪了数百万，连一顿肉都不舍得吃，不合理吧？小妍为我做那么多，我不该让她一个人承受。爸，我少吃点没关系的，但是小妍她正在长身体，我们吃的东西毫无营养，连狗食都不如。放肆！我说过，务必要保证香香和小妍的生活开支，如若再有下次，全部家法处置。知道了，爸。小妍啊，今晚有秦家主办了一场晚宴，到时候全江城所有的豪门都会拿出自己家传的宝物来进行鉴赏。咱们秦家可是有着全国第一的古董产业，到时候这个食物鉴宝的环节，爷爷可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爷爷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孩子，只要你这次表现好，城东那间翡翠铺子，爷爷就送你了。什么？城东那间翡翠铺子价值10几亿呢？老爷，你万万不可呀！这么重要的铺子，你怎么能交给一个毛头小子呢？是啊，爸，他们2人又不懂经商，万一毁在他们手里怎么办？爷爷，母亲虽不懂经商，但也是您的直系继承人之一，需要实习之，只要肯学，总有一天能掌握经商之道的。爷爷分忧。好，这间铺子我心意已决，只要小妍这次做得好，该是她的，那就是她的。孙儿定不负爷爷所托。香香这次也代表秦家一并出席，这衣服我都准备好了，一会儿你帮妈妈好好选选，可不能丢了咱们秦家的脸。没问题。老爷只是要公布这个贱人的身份了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这第一件宝物碧玺如意，来自大寿皇室，采用宫廷拉钻镂雕的技艺，上面的龙鳞都以微雕技法刻画，须发毕现，堪称传世重器。不愧是我儿子，那么长一串鉴宝结果都背下来了。爸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如果这实物鉴宝的内容不提前透露给我们，那个铺子还真便宜了那2个杂种。那个铺子价值足足10几个亿，我求了老头子那么久，他都不松口。这次他们别想轻易夺走。抬头，挺胸，收腹，站直了，照着台词念。哎呀，我从小就怯场，再加上这么大的场面，哎，我感觉我那个呼吸不上来。那就练，小爷不允许临阵脱逃。来，念一句，跟着念一句。哟，那么刻苦呢？这鉴宝会啊，都快开始，这大字都认不出，还想着发言呢？有授启奏，无授退朝，你们忙着呢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我们是来给你送衣服的。衣服留下，人工走。哼，我看你们还能横到什么时候？给他。哇，这件才对吗？完全符合你大小姐的身份。没事的，我还有其他的衣服。你哪来这么多臭衣服呀？那怎么办？鉴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！
秦岩和香香怎么还没来啊？老爷，这秦香在乡下喂猪喂鸡这么多年，这看到这么大的场面，小家子气上来啊，都不敢来，那不也很正常吗？大姐啊，恐怕知道自己其貌不扬，登不上台面，怕让秦家出丑吧？不来更好，省得丢了秦家的脸。这只听说秦家在前几年刚找回了丢失在外的大小姐，怎么一次没见她露过面啊？是啊，这秦家大公子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想必那秦小姐也是不遑多让吧？各位客气了，大家有所不知，我那个大姐啊，失踪20余年，最后在猪棚里找到，这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啊！不过是一个农村来的野丫头而已，粗鄙不堪。各位啊，若是见了，别笑话我们秦家才好。诸位，人已经到齐了，我们正式开始吧。有小妍在，他们不会不来的。秦家大小姐秦香，小少爷秦岩到。这位是谁呀？我在港城世家从未见过如此艳压群芳的女子。这人都到齐了，她难不成就是秦家那位迟到的大小姐？不可能，你忘了刚刚齐大少爷说的话了？这秦家大小姐粗鄙丑陋，不可能这般气质高雅，容貌靓丽。这个贱女，平时穿着怪诞丑陋，今天居然穿得比我都高贵。我送过去的礼服明明是烂的，她身上这件又是哪里来的？爷爷，爸，路上有事耽搁，是我们来迟了。原来她真的是秦家大小姐啊！这衣服怎么不是我派人送去那件？老爷，这秦香啊，素来是眼高于顶，我们秦家的东西啊，她可看不上。你胡说，这衣服明明是……母亲说笑了，我本就是秦家人，何来看不上一说？是小妍提议说要衣着得体，才不辜负爷爷的期望。唉，那怎么办？鉴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有了啊！混天绫出！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乖孙啊，考虑的周到。哈哈哈。诸位，既然全部人都已经到齐，那我们今天的晚宴正式开始。在晚宴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依然首先开启历年的传统，也就是由鉴宝大会来开场。今天的展品由古董三大家授权展出。这第一件是周家的碧玺如意。周家就是那个号称中国第一玉石世家的周家吗？这周家号称琢玉成器，刻金成魂，看着玉如意，通体碧绿，更是珍宝中的珍宝，世间罕有。这第二件就是封家的龙纹金杯。这封家专研金器，封家一动，恐怕这东国的金山都要抖一抖。这龙纹金杯的成色花样，纵使翻遍整个东国，也难得寻得第二件。原来它叫龙纹金杯啊，有意思。至于这第三件嘛，我想还是有请东方家的第76代掌门人亲自给大伙介绍。这东方月可是东方家唯一的女掌门呀，确实气势如虹，不怒自威呀。金石玉器乃是俗物，既是来参加鉴定大会，定要拿出顶级的宝物，让大家品鉴。
神韵还余，丹青绝唱。这竟然是万神附图！东方家竟如此有诚意，拿出万神附图供大家鉴赏，令我秦母人倍感荣光呀！我们东方家皇族后裔，千年名门，岂是一些小门小户可比的？不愧是东方家，一出手就是尔等难以企及的存在呀！现在宝物已经悉数登场，下面由我的2个孙儿依次向大伙介绍宝物的来历还有工艺。如若他们谁说的更准，那我秦家城东的翡翠铺子就将落到谁的名下。这秦家大少爷不是有个什么摘星的名号吗？怎么今天竟然被秦家人带到这里来了？哼，就秦岩那个蠢笨的猪脑子还想赢，简直是笑话。我们秦家的生意可不是哪个阿猫阿狗就能染指的，有的人脑袋空空，胸无点墨，这种场合就等着出丑吧。你们2个谁先上来？这第一件宝物碧玺如意，来自大寿皇室，采用宫廷拉钻镂雕的技艺，上面的龙鳞都以微雕技法刻画，须发毕现，堪称传世重器。这拉钻镂雕的技艺不用仪器常人极难分辨，没想到秦家小少爷一眼便识得。天才，果然是天才！这在整个港城，不，哪怕整个古玩界都难得一见啊！说得好，那这第2件龙纹金杯，它是出自何处，又有什么样的工艺技法？秦岩，由你来说。这兔崽子从小就不让他接触古玩知识，他绝对答不上来。哼哼。没想到这龙纹金杯会出现在这里，还真是巧。小妍不过刚接触这些，这样也太为难他了。不认识就快点下来，别在那耽误时间。这小子，这每天在家里哄老爷子开心，这怎么到了正式场合反而还不说话了？爸，今天港城各个豪门世家都在，小妍毕竟是个孩子，如果答不出来，就让他下来吧，别平白丢了我们秦家的脸面。果然还是对他期望过高了。秦岩，如果你不会说，那就下去吧。谁说不会？这龙纹金杯来自李朝，通体纯金打造，不仅使用了9掌炼金术进行提纯，还使用了流丝描金技法，杯底还刻着有火纹瑞锦的纹样。他小小年纪，竟然能将龙纹金杯的来历说得如此清楚啊！这简直比刚刚的紫月小少爷还要厉害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秦家的长孙呀！你胡说，这龙纹金杯底部根本没有纹样。龙纹金杯工艺繁琐，胎体极薄，根本不可能在上面刻出花样。你们看，竟然真的没有啊！早就听闻这龙纹金杯绝非凡间之物啊！定国将军数次召集匠人描样都失败了。可是这位秦岩小少爷说的言之凿凿，听上去也不像是信口胡诌的呀。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秦岩啊，在秦家根本不受待见，学识可比他弟弟差远了。他没说错。这龙纹金杯底部确实刻有火纹瑞锦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所有资料上都写着龙纹金杯底部光滑，无任何印记。封家为了防止赝品出现，这才一直没有将底部的纹验细节公之于众。只是小朋友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是纹样，
还是我用三昧真火刻上去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的金杯金贵的很，你又在上面画什么呀？仙君，你怎么那么小气？气我娃娃！哎呀，使不得！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呢？这地上投了人间，陪着家里就找不回来了呀！哎呀，我的杯子！我俩出席，偶尔看到而已。不错，于细微处见真章，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呀！哈哈哈。既如此，两位小少爷，不如说说我这万神附图的来历技法，比一比谁的古董造诣更高，如何？这万神附图是我东方家第一任家主所作，被我东方家视为珍宝，保存至今已有1000年。这可是旷世奇作，无价之宝啊！是啊，没想到东方家一直不肯让其面世，今天竟然能肯拿出来让我们一饱眼福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若谁能说出这幅画的用料技法，那这局便是谁赢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这画全卷以青金石、孔雀石等28种宝石为颜料，采用失传的9染18宣宫廷技法，天下无人能复刻。说的不错，你为何不发一言啊？哼，不懂就是不懂，这会儿露馅了吧？小严，你平日本就贪玩，不善此道，若不会的话，就尽早说出来，没人会怪你的。刚才可能是你运气好，但是这个绝对蒙不出来。切，你用假话坑骗众人，才是浪费时间。你这话是何意？你听不懂吗？是你这话是假的。东方家最痛恨赝品，怎么可能展出假货呢？这小子也太胆大包天了，看来秦家今天要得罪人了。小朋友，你不懂可以，但不可以说谎。我东方家1000年名门，这幅画是我东方家的传世之宝，怎会有假？名门望族又如何？小爷说假的，他就是假的。我先前看你年龄小，不与你计较。没想到你却一而再再而三说谎，简直是侮辱我东方家族名誉。你没有证据，你就说那个画是假的，秦言还不快给掌门人道歉！蜃楼变幻假藏真，肉眼凡胎看不圆。众生嘈杂偏信耳，孤光熹微且平心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太高深了，我听不懂。切，不懂就是不懂，还编什么古诗，故弄玄虚。秦言，我看你是连装都不想装了，就随便这么几句古诗来糊弄我们，快给掌门人跪下道歉！道歉！快点道歉！快跪下道歉！东方家名门望族，今日竟遭8岁小儿如此侮辱。看来以后这秦家与我东方家不要再来往了。请留步。秦言，不得无礼，说话做事要有凭证，不能心口不面。东方小姐，麻烦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想他会说明白什么原因的。爸，东方家绝不可能有假货，他这样折坏了我们秦家的名声。就是不懂装懂，还是我们家紫月啊，饱腹经书，堪为大用。老爷，您就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你赶快宣布紫月，说他赢了这次比赛，然后让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啊，赶快回去面壁思过。先前还以为这个秦小少爷是古董天才，没想到是绣花枕头啊！什么古董世家，
我看啊，不过如此。诸位，请诸位听我说一句，秦言这样做必然有他的道理，请大家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理。若是说不出来，那便要当场给我东方家跪下道歉。你这智商怎么当掌门人的？荒口小儿，信口雌黄。我以东方家第74代传人担保，此话绝不会是假的。这是东方家族长东方怀瑾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再不来，我们东方家的名声就被毁了。自从我继任族长以来，此话都是我一人保管，从未假手他人。没想到秦家这么叫孩子信口胡诌。这东方家的人怎么都一个德行？秦言，如果无话可说，就承认错误，要对你自己的言行负责。快给东方族长跪下道歉！快跪下道歉！道歉！雾锁千峰窥月渺，云霾一惊觉天地。你们知道这句诗词是什么意思吗？画上确实有这句词，是祖先亲自提笔，与你何干？这就是不好好学习的下场。这句诗词的意思就是，看似为真，实则为假。表面这幅只是爱当障眼法的假画，而真正的万神附图就藏在这幅画下面。什么？如果你们信我，将表从假画揭去，便可看到真正的万神附图。什么？他竟然要接着画？他这是要生生毁了这幅万神附图！你这无知小儿，竟妄想毁了我东方家族的传世之宝！秦谷山先放任孙子侮辱我东方家，如今又想毁坏此画，以后我们两家势不两立。秦言，还不快点跪下道歉！你耳朵聋了吗？再不下跪道歉，是让我们全家跟你一起遭殃吗？秦言，你个不孝子，现在立刻跪下道歉！我没错，何必要跪？我的眼睛胜过这世上一切，说假的就是假的。我以性命做担保，小言所说绝无虚言。你个土包子信有什么用啊？要是我们秦家生意受到牵连，和你那个小畜生死了都赔不起。既然你们不信，小爷就亲自死给你们看。秦言，你疯了！你这样会连累我们整个秦家了！住手！我让你住手！爸，你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这个逆子让我们秦家生于如此境地吗？若此时再不施以家法惩戒，那别人会如何看待你？又会如何看待我们秦家？爸，请上家法！停下！给我停下！住手！糟糕，刚刚的火眼金睛将能量耗尽了。这是……诸位请看，这竟然还敢死画！爸，这画就在下面。胡说！我在古董街几十载，就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。小言，你快住手！这鞭子打在身上，你受不住的。不许动我母亲！
竟然真的有话！真的，是真话。我想起来了，万神附图。快带上万神附图跟刘叔走，马匪来了，他们劫掠烧杀，无恶不作，此话万不可落入他们手中。你快走啊！在我年幼的时候，我一直认为这话与我记忆中的万神附图有所区别，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。孩子，多亏有你，才让我东方家的真正宝物得以重见天日。要不是你呀，我们整个东方家族将被蒙在鼓里。快给秦少爷道歉！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现在我郑重向你道歉。演变得可真快，刚刚不是还逼着我磕头道歉吗？还是东方家思虑周全，这才让万神附图这么多年得以保存下来。香香原来没我想的那样懦弱不堪，我竟然如此冲动地打了他。唉，老头子，我活了这么把年纪，却没想到让我自己的女儿和孙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让我怎么有脸去见香香的母亲呀？哎呀，爸，这事儿哪能怪你啊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秦言不听管教。就是，谁让他挑我坟头的，他活该。爸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那秦言答对就答对了，你何必真把那翡翠铺子给他呀？混账！在小天和香香被人逼着下跪道歉时，你不但不进行劝阻，反而帮着外人逼迫他们，那可是你的亲姐姐和亲儿子呀！他们那是歪打正着，如果他说错了，你那两鞭子那就救了我们全家呀！是啊，爸，当时那东方家家主可在盛怒之下，谁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啊？再说了，我觉得那小兔崽子就是故意陷害咱们家。那个灾星早知道假的扔到寺里面去，就没有结婚事。他们口中的小妍和香香，与我见到的大相径庭。难道这么多年，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？秦家人如此冷血，不互帮互助就算了，居然还落井下石。你不也是秦家人吗？我才不跟他们高兴。哼，小爷若不是被罚，还是个自由自在的小神仙呢。虽然这次挨了几鞭子，但好在你没事，秦家也保住了名声嘛。这鞭子可来得真巧，明明揭开假话，就能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，偏偏被人拦着。我看了，那鞭子就是秦远州早就设计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远州也是我弟弟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你忘了，爷送的好衣服被那个后妈撕得稀巴烂。要不是小爷我急中生智，连拍卖会你都去不了。3年了，这样的生活忍了3年，忍者神龟啊！什么忍者神龟啊！你少看点动画片。当年我们母女跟爸爸走散了，就从泔水桶里找饭吃，冷了呢就去垃圾桶里找衣服穿。当年妈妈病得那么重，直到去世前她都没有吃上一顿饱饭，而且就连去世前她跟我说
要是有一天你能再回到秦家，一定要在爸爸面前好好尽孝。都是我的错，竟然让他们母女受了这么多的苦。秦远舟，一个不孝子！哎呀，爸，你这么晚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有脸说？为什么在那种场合撺掇我打你姐，而且事先准备好了鞭子？爸，什么叫撺掇？我那个是顾全大局，那秦香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，万一做错事惹怒东方家，那连累的可是我们一整个秦家呀！混账！什么叫土包子？那可是你姐姐，你亲姐。老头子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帮那个野种说话？哎呀，爸，我那不是他这么多年没念过书，我一时失言才……没念过书。那是因为他迟迟没有被找到，被逼着下学干农活养家。说到底呀，这都是我的错呀！我这么做不必再说了，从今天起就正式罢免你秦氏执行总裁的位置。什么？不敬长姐，不爱子女，不顾及家族脸面，该罚！来人呐，上家法！爸，别打！我是你唯一的儿子，接着打！把我打死了，谁继承你公司啊？接着打！这可比当时打你的力气狠多了！住手！袁州为秦家兢兢业业了这么多年，你凭什么打他呀？还有脸问？这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，心术不正，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亲姐和亲儿子都下得去手。还有你，为什么搞坏我给香香送去的衣服？你都知道了。老爷你替我解释啊，老爷啊！不必解释。老爷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没少搞事情，让我误会香香多年，这我们父子关系疏离至今。管家，别给我一起打！是，不要！不要打我！我还要不要你们？老爷，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。哎呦，这管家没少见什么，力道浑厚，有经验。这秦兖州可真得比盖州扎了。他下手会不会太重了？怎么？你还生疼啊？他毕竟是我弟弟嘛。你见过哪个弟弟不要自己孩子伤害自己姐姐的？那你去救吧，去吧，看他怎么把你亲亲儿子赶出家门吧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远州倒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也挺解气的？这爸下手也太狠了吧！看把你们打成什么样子了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区区一个秦香根本不足为惧，真正有威胁的就是那个秦爷。要不是因为那个不孝子故意告密，老爷不可能这么生气。大孙子，这是肉，这不是橡皮泥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自从秦岩认了秦香当妈以后啊，我们家就没有太平过。以符也好，万神附图也好，如果不是秦爷那个小兔崽子在中间搅和，那个杂种早就被赶出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那孩子现在深受爸的邪，我们也送不出去了呀。小兔崽子以前不是最喜欢你了吗？既然如此，你这个当亲妈的就去秦香那里把他要回来。
静怡啊，都怪我老眼昏花，才忽略了咱们的女儿这么多年。但是香香，她从来没有怨过我，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呀。爸，香香，你来了。妈妈生前吃了太多的苦，如今去了，总该让她放心些。女儿，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呀。爸，是我自己懦弱无能，不怪你。不，都怪爸听信了别人的谗言，才误会了你这么久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只要你好好的学习管理公司，以后咱们秦氏就由你来继承。你让我管理公司？对，咱们秦家不讲究传男不传女那一套，而且只有这样，等到100年以后，我才有脸去见你的母亲呀。看来老妈的学习进程要加快了。这些是什么？这里有外语管理，还有，反正全都是要学的。全都要学啊？对呀。不行不行，你看这些，我看都没看过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学不完，根本学不完啊！学不完也要学。来，妈，跟着哥学得快。每每酸泪，一粒就的爸爸 ，Never stop burning。这几句很简单吧？学会了吗？应该，或许，大概会了吧。妈，来一个。去哪了？那个每每想你，一个劲儿叭叭，叽里咕噜圈圈，还有喷喷。你再给我看一遍，我再看一遍，我肯定能学会的啊。这个进度什么时候才能这样结束？班长上位，使劲背，我就不信你记不住了。快！睡了，别睡了，这么久了，背了几个单词？200个。2个。2个！哇，你小爷，这是干嘛呢？生了那么大的气呀？妈妈都想死你了，快让妈妈抱抱。你身上充满一股味，叫阴谋。哎呀，你在姑姑这儿待了那么久了，有没有想妈妈呀？想呀。真的吗？让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消失？你怎么能这样跟妈妈说话呢？妈妈还给你带了一堆玩具。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们还没说话呀。妈妈，说话了吗？是，
更年期记性会差点。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看我自己的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让开！小妍他是我的儿子，你要见他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那可不一定。小妍上次选你只是一时冲动吧，他啊一向最听我的话。小妍啊，那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了，紫月药我都没给他呢。以前啊，是妈妈忽略了你，太宠弟弟了。但妈妈发誓，只要你跟我走，以后啊，我一定对你好，好不好？哥哥，我把我最喜欢的玩具送给你，你就跟我们走吧。以后只要你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不跟你抢。你的东西就送给我了。那我要什么，你们都给？那是自然了，你可是我的亲生儿子呢。那我要全州手里所有的股份。那我要秦远州手里所有的股份。然后你们打包行李离开秦家。正好小爷眼不见心不烦。什么？你这个不孝子，竟然敢狮子大开口！秦氏是我爸爸的，你一分都别说。你们刚刚还在那宝贝，现在又变成不孝子啦。哎呀，小妍啊，这股份的事儿确实有点难，但是还是可以商量的嘛。少在这里给我假惺惺的！你以为小爷跟你们一样，大脑抽筋，小脑打结？跟你们回去岂不是没有苦硬吃？你敢骂我脑子有问题？而且，她才是我的妈妈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除了这，小爷哪都不去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赶紧回去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赶紧回去。好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畜生，就等着跟秦香这个废物混吃等死吧！等远州继承了秦氏，我要把你们通通都赶出去。秦远州继承秦氏，你怕是不知道，爷爷说过，我妈妈也是秦氏的继承人之一。什么？不可能！秦香大字儿都不识一个，你觉得你爷爷会把秦氏继承给他吗？谁说我妈不识字的？我妈，她一天能背完1本字典，3天精通1门外语，一个星期背完所有公司的管理课，你能吗？好，我倒要看看啊，秦香这个废物怎么抢秦氏的继承权。我们走。小妍，这下你的牛可吹大了，到时候要是完不成，就等着被笑话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秦岩那个小兔崽子真是不知好歹，不回来就算了，居然还骂我，说什么以后秦氏是秦香那个贱人。一定是哥哥不喜欢我，才不跟妈妈回来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才不是紫月的错，要怪都怪那个小兔崽子认贼作母。你妈说的对，不回就不回，反正有的是办法对付他。丁宁他们无论如何，继承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
你这个东西太难了，小妍的力气都飞光了。你说这每一个字我都懂，怎么连在一起我就不明白了？哎，那个鉴宝大会上，你一眼就能看通那个万神附图的真假，你是不是对文物鉴赏很是精通啊？那全靠小爷的火眼金睛。但这些鉴赏和修复，我也一窍不通。唉，看样子还是只能靠自己了。唉，不过嘛，这可是个修复父女感情的好机会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啊，我不懂，自有人懂。谁啊？我的爷爷，古董街太的秦固山。关于撤免远州执行总裁的事情，诸位都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小秦总的话，无非就冲动了一些，给点教训就好了，没必要直接罢免吧。是啊，宁可就他这么一个继承人，将来这整个秦氏会早晚都是他的。就他一个继承人，大家可别忘了，我秦固山可还有个女儿。女儿有什么用？这港城的世家有哪一个是将家业传给女儿的？人家东方家的下任家主就是他的长女东方月。人家东方月3岁识字，5岁作诗，不到20岁就跟着东方家主在古董界杀伐决断，岂是大小姐能比的？大小姐20岁的时候，可还在乡下喂猪嘞。您要是真将这秦氏传给他，那我看啊，这秦家早晚断在他手上。迂腐，简直就是一群迂腐之众。哼！秦固山，你扇死我吧！你让我去找你爷爷学习。是他女儿，你承父业，他教你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还是算了吧，我跟他关系疏远，贸然去找他，他定然不会同意的。而且我这么笨，万一学不好，那不是白白惹他生气吗？你都没问过我，怎么知道我不同意啊？都没问过我，怎么知道我不同意啊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又不主动去看我，我这老头子只能亲自过来喽。不愧是我秦固山的女儿，果然踏实上进。哎，这书可颇为难懂啊，需要我讲给你听吗？完全、超级、无敌需要。哈哈哈！既然小妍都说了，那行啊，不用了，爸，我自己学就可以了。好，既然不需要，我老头子就不在这讨人嫌了。我走了啊！我可真走了啊！哎，小叶晨，爷爷忘了问你了，你今天早餐吃了吗？爷爷，你看钟表，现在已经下午6点了，该吃晚饭了。哦，对，该吃晚饭了是吧？哎呦，
你说这空调制热，它是不是坏了呀？它冻得我这浑身哆嗦。哎呀，你看嘛，外面是40-50度左右，然后咱们现在开的是制冷。原来是开的制冷啊！你看，也是那脑子老糊涂了。爷爷，别敲了，妈，你就给爷爷个面子吧，要不然爷爷这拐杖啊，就要在咱家地板上戳个洞了。爸，您愿意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清洁所有全都交给你。周夫妇，你感情都要靠我啊！小爷这一天天的，你太忙了。这文物的修复呢，它讲究的就是一个修旧如旧和最小干预，不仅要恢复文物的稳定性和美学的完整性，同时呢，还要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历史信息，懂了吗？我们秦家呢，那可是古董世家，我们做的呢就是修复和买卖古董的生意，所以你呢要在3个月之内要完全掌握所有的文物知识，还有经营之道，这样你才有资格继承秦氏。3个月？那我肯定学不会啊！你这还没学呢，怎么就说自己学不会呢？我在乡下就没读过什么书，回到秦家您又从来都不重视我，3个月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。难度再大也要去做。现在我已经罢免了远州的总裁位置，那以后你们2个就能者上位啊！秦家总裁的位置永远都是远州的，我不会跟他抢。毕竟他才是您悉心栽培的继承人，我每次跟他发生摩擦，您就会像古董大会一样，对我轻则训斥，重则打骂。你这是在怨我呀？这怎么突然就聊崩了？啊，我不是，哎呦，我好饿嘛，我想吃你煮的面。哎呦，肚子疼了。哎呦，肚子疼了。哎呦，爷爷，你别操之过急嘛。想让我妈学习呀，我有办法。什么？爷爷，我也是秦家人，企业管理和古董文物我也想学，可我妈那3点墨水，什么也教不会我，干脆给我请个老师呗，要最美丽、最温柔的那种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请老师是吗？没问题，爷爷啊，就给你请一个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、又美又飒的老师，怎么样？哇，又聪明又好看的老师，小妍最喜欢了。这么看来，当时画母的时候还是考虑的不周。哈哈哈。那这话怎么说呢？新老师这么好看，不然让他当妈妈吧。什么？难道小妍不想要我这个母亲了？不行，什么继承人不重要，我只想一直做小妍的妈妈。小妍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鸡汤面，妈还给你加了蛋。
没胃口。哎，不知道辛老师手艺怎么样？辛老师那么聪明，他做饭一定很好吃吧？那既然你不同意嘛，那我呢也就不强迫了。不过我这大孙子想要学习，找老师啊，我只能另请高明了。哼，看来我还是伤了小妍的心。我来开。原来激将法这么有用，这就开始站起来啦。我这身不好看吗？还行，一定比我们辛老师差一点。就开门吧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可终于来了！我等你等的花都谢。哎，这位是？哎呀，老师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咱们快开始吧。这些都是我们南宋的一些陶瓷，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？青铜器修复的第一步就是使用高分辨率的相机从多角度拍摄，记录锈蚀、变形、残缺等状况。那么我们做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因为要遵循修旧如旧、最小干预的原则，保存文物的原始形态。说得很对。那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要用荧光光谱分析合金成分，然后进行取样分析，观察锈蚀的微观形态。紧接着，停，这课到底是谁上？当然是我想学啊，这不是没人教才请老师的吗？妈，你现在不会，就让老师好好教我，不用总是打扰我嘛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万一小妍真要换妈妈怎么办？我要去找爸一趟。别说我大孙子这一招还真有效。进。爸，这么急匆匆的来公司找我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爸，文物知识也好，经商知识也好，我都会努力学的。要是小妍想学，我也可以教她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希望您能尽快把新来的老师撤走，我会努力学习教小妍的。没想到这方法那么好用，这么快就把香香的斗志激发出来了。爸，我新得了一瓶李朝如意，特来献给您。您看这执行总裁的位置能不能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现在我正好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讨论一下。我们钱家呢，向来不讲究传男不传女那一套，能者上位，谁能力强，谁就是下一任的继承人。当然了，在这之前呢，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个继承人必须要得到小妍的认可。小妍的认可？姐，那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血脉相连，我可是小妍的亲生父亲，他最认可的人必定是。现在小妍唯一的母亲只有我。好了，继承人的位置岂能是这么容易就能得到？在这之前啊，还有一个最关键。你们看，这是东国的一级文物广绣琉璃盏，是于双朝王室遗留下来的皇室宝。只可惜啊，在战乱中遭到破坏，虽然残缺，但是它的价值仍然不可估量。这是上面指派给我们秦氏的一个任务，
现在我就把它交配给你。如若有谁能将它修复得完好如初，那么小妍还有秦氏上下就归属。修复文物啊，这土包子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老头子这么做，不是明摆着给我放水吗？爸，您为什么要把小妍的抚养权当成筹码？您这么做，有问过他吗？这件事情我和小妍讨论过，他同意了。那是自然啊。他说自己是秦家人，而我们秦家又是在古玩行业叱咤风云，那么他肯定要找一个真正的继承人，跟他学习知识，那么以后才能够承载旧业。小妍说的对啊，有些人自己没本事，还没上进心，还想抢别人的儿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觉得那个小兔崽子就是后悔了，找了你这么个废物当妈。听说他让爸给他找了个新老师，对吧？我看换老师不过是借口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把你这个废物换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看换老师不过是借口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把你这个废物换掉。小妍难道真的不想让我当她的妈妈了吗？你爷爷说，谁能继承秦氏，谁就能得到你的抚养权。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还是我主动给爷爷提的呢。你主动提的？所以你是真的不愿意让我做你妈妈了吗？从要求换母那天起，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一个。但是嘛，不是现在你，不是现在的我。什么？只有拿到秦氏的继承权，才能拿到你的抚养权？当然，妈逆来顺受惯了，不下刀猛药不行。这样能行吗？放心吧，爷爷，我在我妈心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不要我了。当然，我可就只认你做老妈，做这些也只不过是故意刺激你而已，让你有斗志，去跟钱远舟争夺秦氏而已。其实我对秦氏不感兴趣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最重要的宝贝。对秦氏不感兴趣可不行，我可是个慕强的 boy。等钱远舟上位了，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你也不忍心我流浪街头吧？妈不会让你流落街头的。你可是我最爱的宝贝啊！既然我在你心里那么重要，那3个月能把这些全部学完吗？你要是学不完，可又要听小金老师了。能，我绝对能。我会把这里所有的知识全部都学完。我不只要把你的抚养权争到手，秦氏我也要。来，哎呀，还是你有办法呀！这不到2个月，香香对修复文物的技法都已经对答如流了。她可是我秦家老妈，当然有潜力啦。那既然这样，教你学习的老师就没有必要再留了。明天我直接让他走人。请来了就别浪费嘛，让他去教秦子月那个不学无术的小胖吧。子月，他从小就浸淫古董知识，
就算在如今的古董界也不遑多让，他就不用再学了。不遑多让，就他。这拉钻楼雕的技艺啊，不用仪器啊，常人极难分辨。没想到秦家小少爷一眼便识得，天才，果然是天才。这在整个港城，不，哪怕整个古玩界都难得一见啊！他就是个半吊子，不对，他连半吊子都算不上，只是演技好而已。看似肚子里全都是墨水，其实全都是油水，有辱门风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的学识都是假的？当然，我不过区学了2个月，能力就远超于他。如果你不信，尽管喊他来验一验。妈妈，你说爷爷突然喊我来是做什么？你爷爷那么疼你，一定是得了什么宝贝想送给你，故意不敢声张，怕被那个灾星啊听到了。真的吗？爷爷，你不是要给我宝物吗？怎么把他也喊来了？这小兔崽子怎么跟老爷子一起来？不对劲，今天喊我跟紫月来，一定有问题。爸，您今天喊我跟紫月过来是要做什么？紫月自幼博览群书，深谙古董文玩知识，又频频在各大场合崭露头角。我今天过来呢，就是随机的想考他一考。考他？爸，我看这就不必了吧。紫月她既是真材实料，又有何惧呢？这么紧张，怕留下。就是这个灾星，就知道有他在的地方准没好事。在青铜器的修复技巧当中，要想根除青铜病，需要做什么？青铜病。老头子怎么突然要考紫月？要是穿帮，可就完蛋了。这可是最基本的修复方法，古董天才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爸，远州之前教过紫月很多青铜器的修复方法，这紫月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啊。住嘴！我是在问他。在去年的青铜器拍卖大会上，你可是出尽了风头，不会到如今连最基本的方法都不记得了吧？我当然记得，青铜病是指青铜器生病了，他生病了，就要什么？就要将器物浸泡在倍半碳酸钠溶液中。治疗青铜病是指脱氯处理，需定期维护，持续数月乃至数年，直至溶液中检测不到任离子才算修复成功，或者用特定波长的激光精准攻击锈点，蒸发有害性物质，但却不伤及本体。这可是基础中的基础。爷爷，这古董天才门槛也太低了吧！哼，亏我在大众面前还冠于你古董天才的称号，现在竟然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说，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！你回去给我看着他背书，背不过不许吃饭。知道了吧？别哭了，就你这事儿陪着，1个月不吃饭都没事，就当减肥了。本以为我秦家出了个不是天才，谁想到却是个蠢材。我秦谷山精明了一辈子，没想到到最后却被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诓骗了这么久。如今发现了就不算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妈这个女儿吗？是啊，幸亏我现在还有你和我的女儿这2个好苗子，真是祖宗显灵啊！什么祖宗显灵啊？是我显灵吧？
我为这个家可操碎了心。你是说是秦爷那个小兔崽子鼓动罢考子夜的？妈，都是秦爷那个在先，要不是他，爷爷也不会把我不准之本。不是他还能有谁？罢考子月的他全都会，肯定是提前备好的，故意让子月难堪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子呀！你看这小脸啊，都饿瘦了。这白眼狼，有他在啊，准没好事儿。早知道子月会因为他受罚，当初他一生下来就该把他掐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不过等着吧，我已经想好办法对付他们母子俩了。哎，不行，虽然我学习了不少古董修复的知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实践过。第一次实践就在这么贵重的宝物上。这琉璃盏是1级保护文物，一旦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差池，别说是我了，就是整个秦家也无法承受修复失败带来的后果。都怪这破圈子，不让我打个响指，这琉璃盏就能修好了。可如今我的法术只能保持着琉璃盏1刻钟的完整形态，法术用久了脑袋疼。用法术修复琉璃盏是作弊，既然要竞争，那就光明正大、公平竞争。走吧，我们再去想想办法。说的也对。来来来，都看一看啦！古玩界泰斗招收徒弟啦！端木大师时隔多年再次收徒，都看看，机会难得啊！有办法了！你好，传单上说您在招收修复古董的徒弟，您看我能成为您的徒弟吗？你看着就笨，不熟。端木老师，我真的非常想学，您再考虑考虑啊。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端木大师，您长眼瞧瞧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西周货，刚出土的，绝对的尖货。这玉璧气色不对，包浆粗糙又呆板，明显是新物做旧的。水头足，没有杂质，的确是好东西啊！一口价，这个数怎么样？500万，嫌贵啊？嫌贵我找别人去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也没说不买嘛。行，500就500。这玉璧是假的，不能买。这玉璧是假的，不能买。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啊！竟敢质疑我端木大师的目光！我告诉你，我端木纵横收藏界20年，从来没有打过眼。滚！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您看，这玉璧气色有问题。还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？哎，我说老板，您要是嫌贵就直说，何必找个人在这跟我演戏呢？这东西我不卖。别！话还没说清呢，你跑什么跑呀？哪来的小屁孩？给老子滚！这小鬼是什么人？身上怎么这么疼？这玉用了劲蜡法造假，使得它看起来光泽有质感，与西周时期文物无异。但是若用火灼烧，里面的蜡
就会滴出来。你胡说，我这月可是真的。尽管一试，若出现任何损失，我一人承担。尽管一试，若出现任何损失，我一人承担。哎，这真的有蜡滴下来，好啊！竟然骗到我端木的头上了！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你抓起来！哼，别跑！哼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误会了。今天多亏了有了你们两个，不然我今天就亏大发了。丫头，你不就是想学古董修复的技术吗？这样吧，我免费相授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不过这传男不传女，收女徒弟已经是破例了。一会儿相授的时候，就请这位小爷先到门口等一会儿。好说，好说。小妍，你去外面等我，我一会儿出来找你。好。妹妹桑呢？早就听说这小孩不同凡人，今日一看，果然有异能。教秦香学习，绝不能让他发现破绽。你这个灾星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琉璃盏修不好，被你那个废物妈赶出来了？哟，这么多天没吃饭，还有力气说话？你这小胖身上肉挺耐脏，不许说我胖！嘿，我就说死胖子！小陈，您忘了我们今天有正事要做。看到了吗？这两位可是我特意从京城高价请来的。这一位擅长修复金石玉器，手起刀落便可修复如初；这一位擅长修复瓷器字画，精密仪器都无法探测到修复的痕迹。他们二人可是京城顶尖专家，修复琉璃盏，我爸赢定了。上次输给秦岩，被爸爸骂了一顿。这次爸爸如果知道我给他找来了两个这么厉害的专家，肯定会夸我的。秦岩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到时候你就等着跟你那个废物妈一起被赶出秦家吧。作弊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你说什么？我们也请来了专业大师，只是我老妈堂堂正正的赢，自学自修，不假手于人。不像有些人只会些点下三滥的手段。你信不信我把你雇人修复这件事告诉爷爷，让你爸一辈子都当不上继承人，跟你拼了！一天天的使不完的大牛劲。怎么回事？死呆子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爷爷上次罚你不准吃饭，一点都没说，看起来没啥用，还是我的无敌风好能管用。你快让我停下！你们两个到谁来帮忙啊？小沈，你自己跑累了就能停下吧，我们也没招啊。是，我们可是坚定的唯物之业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唉，这破圈子真碍事。这琉璃盏很难修复，你务必要用我教你的方法，千万不要用其他的方法。明白了，端木老师。
小妍，小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看到小胖有点闹心而已。子月，你怎么弄成这样啊？哎，少假惺惺了！你们一个灾星，一个土包子，都该死！哎，什么？死胖子，常没跑够是吧？哎呦，哎呀，小少爷，您没事吧？小少爷，他怎么会知道秦子月的身份？你那么关心他，你俩很熟吗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我这开个小店儿也不容易，只要有人在我店门口出了事情，我这有800张嘴也说不清啊。只是因为这个？小妍，不能对老师无礼。端木老师，今天打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太好了，端木老师教的办法果然有用，琉璃盏修好了。我就说了，秦安老妈是最棒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又怎么了？我刚刚去了那2个小贱人的家，发现秦香已经把那琉璃盏完全修复好了。这2个人到底行不行啊？怎么这么久了才修了一半啊？你看，笑还好意思笑你们？到时候老头子把秦氏交给那2个贱人，到时候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妈，先坐。这修得快有什么用啊？修不好不还是没用吗？就是他们修的不好，我们修的才好。你们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要让秦香跟秦妍在港城所有名流面前丢尽颜面，到时候秦氏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啊！听说国宝琉璃盏今天要第1次以成品面世了。那琉璃盏可是1级文物，寻常人一辈子都见不到，也只有秦家这种古董世家敢动手修复了。欢迎各位权威人士赏光参加我们秦家的这次展览会。今天的展品是2件国宝级的琉璃盏在被修复以后的首次面世。请问这2只琉璃盏是由谁修复的呢？这其中1件是我的女儿香香修复的，这第2件呢是我的儿子秦远洲修复的。一儿一女分别修复1件琉璃盏，请问秦老是要这2人进行比拼吗？那是自然，我们是古董世家，他们2人谁修复的琉璃盏会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认可，那他将是下一届我们秦家的继承者。秦老，赶紧揭秘吧，我们都迫不及待了。哎呀，2个器型完整，竟没有一丝修复痕迹。不愧是古董世家，2位竟然都能将这琉璃盏修复得如此精美绝伦。可是这2人都已修复完成，要如何分辨谁胜谁负呢？你不是在那个贱人的琉璃盏上不是动手脚？那为什么他修复的琉璃盏还是那么完整啊？急什么？
好戏在后头。你不是在那个贱人的琉璃盏上不是动了手脚了吗？那为什么他修复的琉璃盏还是那么完整啊？急什么？好戏在后头。这么快就修好了？那要是把这个交给秦江，那他岂不是很快就能将琉璃盏修复完整？哎，秦少爷别着急嘛，你这此法虽然修复快，但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一旦触碰，即刻就会四分五裂，大毁原形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诸位皆知，我秦家乃是古董世家，古董修复技艺传承数百年，出神入化。如今这琉璃盏也被我和长姐修复完好，只是这琉璃盏本就精细，若是只用肉眼判断是否修复完好，怕是难以服众。若有差池，岂不是白白的对我秦家的声誉造成影响？那秦少爷的意思是？这微型鉴宝仪是我从研究院所得，通过仪器，再小的瑕疵也会被放大，用来观察它缝隙是否紧密，沟壑是否平整，是再好不过了。这样一来，也能观察这两个琉璃盏的修复工艺有什么区别。快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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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若能决出谁是秦氏继承人，可是明天大头条。此等宝物有价无市，但是儿子比起继承人的位置，还是更关心这等国家瑰宝的完整啊！哈哈哈，想不到秦少的格局就如此之大。你陈冉州是什么妖？你放心吧，仔细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瑕疵。爸，您看这个提议怎么样？没错，虽然我们秦家的技法传承百年，但是针对像这样的国家级的宝物，我想还是谨慎为好。那下面我就用这个仪器将这两件琉璃盏仔细的查验。这第一件由我的儿子秦远州修复。此物为战国琉璃双盏，无修复痕迹，补色完好，拼接处平整，没有裂痕。远州做得不错，谢谢爸。这第二件由我的女儿秦香修复。这琉璃盏竟然碎了！这可是1级文物啊，没修复好不说，竟然还碎成这种程度，秦家这是要惹上大麻烦了。秦老，您不是说二位有超高的修复技术吗？请问这只琉璃盏是怎么回事？秦老，请您直面回答这个问题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修好了的。别装了，不会修就是不会修，装一副无辜的样子给谁看？我说大姐，当时爸把你从猪圈找回来的时候就跟你说了，要多学多念书，怎么几年过去了，还是如此上不得台面？什么？秦家大小姐竟然是被从猪圈里找回来的？她不光是从猪圈找回来的，那连大字也不识几个。她最擅长的那就是喂猪和喂鸡。你还真把我们当傻子啊！让你用胶水随便蒙一下，你骗过去了吧？秦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姐，这修复文物可是很高深的，不是你随便在街边找个师傅就可以学会的。这损害1级文物可是重罪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端木大师是你故意找来的。
什么端木大师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呀？大姐，你不能因为你做错了事就随便攀咬人呢。秦远洲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，竟然这么害我！够了！爸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秦小姐，请问您关于今天修复文物造假一事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关于您从猪圈被找回的事情是真的吗？作为古董世家的继承人，您不觉得羞愧吗？什么继承人啊？秦家要是落到这种人手里，怕是用不了2年就要被踢出古董界了。你说秦老也是的，放着高学历的儿子不用，偏偏搞什么竞争继承人的把戏。这下好了，有人丢大了吧？唉，早就说过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。看来就连秦家这样的世家，也不能免俗啊！哼，秦家啊秦家，你千不该万不该跟我抢秦家，如今被万人唾弃，就是你的下场。老爷，这事已至此，您还不宣布秦是下一任的继承人吗？是啊，爸，您刚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，谁要是把这琉璃盏修复完好，谁就是下一任的继承人呢？就是，这琉璃盏已经碎成这样了，除了我爸，没人能修复。是啊，秦老，这毁坏国家一级文物可是重罪，您赶紧让秦少爷把这琉璃盏修好吧。如今这琉璃盏只有秦少爷能修，若再耽搁下去，遭殃的是整个秦家啊！让秦少爷继承秦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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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秦少爷继承秦氏。爸，您还不宣布继承人吗？这多耽搁1秒，全家进监狱的风险可就多了1分呢。你敢威胁？哎，这父子之间的事怎么能叫威胁呢？这是一封秦家财产继承的合同，继承人呢只有我自己。若是您签了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；但若是您不签，整个秦家就一起完蛋。好，我签，我签。谁说我妈输了？我妈没有输。谁说我妈输了？我妈没有输。小兔崽子，知道现在是什么场合吗？轮得到你一个小孩子插话？识相的，你就赶紧滚下去！远州上任还能赏你们母子一口饭吃，不然你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该滚的不是我们，是你们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怎么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？如今秦家因为秦香那个废物倒了大霉，我是来拯救你们，懂了吗？秦远洲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个时候了还演母子情深啊！我告诉你，要死自己死啊！别拉着我们刚垫背。你怎么那么笃定？我妈没有修好琉璃盏呢？哼，这才是我妈修好的琉璃盏。这成色看着确实比台上的富亮一点，说不定就是真的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知道秦江修不好琉璃盏，你还个假的来帮他脱罪？那是因为我早就知道我和秦冉州又想搞破坏，这才把真的藏了起来。我台上的是假的。太好了，端木老师教的办法果然有用，琉璃盏修好了。我就说了，秦安老妈是最棒的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秦香根本不可能学会修复琉璃盏，端木教给你的不过是将琉璃盏暂时的聚合在一起，一碰就会四分五裂。今天在场的修复专家应该有很多，大家可以自行上前查验。
这个确实是真的琉璃盏。没错，纹路成色，真品无疑。绝对不可能。如果你还是不相信，大可以用你自己的鉴宝仪器，这个总不会担心我动手脚了吧？此物为战国琉璃双盏，无修复痕迹。因过爷爷签字，故意使坏文物之人，才应该进监狱。怎么行？怎么行？这人是你伙同那个灾星陷害我的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作茧自缚，怪不了别人。爸，是小妍说这件事情有蹊跷，于是我们提前把真正的琉璃盏藏了起来，为的就是要看齐远哲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直接被你们误会。这事情终于过去了，好孩子，作为秦氏的继承人，你当之无愧呀！我宣布，我秦氏的下一届继承人就是我的长女秦香。杀了你！现以恶意损害国家文物罪，将你逮捕。秦岩，这个灾星，秦香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小妍，今天多亏你啦。小妍，小妍，小妍，医生，我孙子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查不出病因的，目前判断是身体机能迅速下降导致的昏迷。他现在太虚弱了。身体机能下降，太虚弱了。都怪这破圈子，让我打个响指，琉璃盏真修好了。可如今我的法术只能保持着琉璃盏1刻钟的完整形态，法术用久了，手得疼。原来琉璃盏能一直保持完好，竟然是他靠法术一直在支撑着。小妍，妈妈什么都不要了，妈妈只要你醒过来。都怪我呀！乖孙，你只要能醒过来，你想要什么，爷爷我都答应你呀。这是天尊，人回来了。不能在这，老头，我放弃了，还要去找我娘呢。你已历劫完毕，封印解除，无需再下凡间。小爷管你解除不解除，说了，是要去找我娘。何须下凡？娘啊，娘！